听4月说中文。嗨，大家这周过得好吗？我窗外现在又在刮风下雨，因为又有台风要来了。这大概是我第3次在录 podcast 的开头是跟台风有关了吧。今年台湾的台风真的比较多，而且都是往南部去。希望这次南部不要发生什么灾情，顺利度过这个台风。那其实上周因为是中秋连假，后来我看到很多关于觉得台湾旅游住宿太贵的事情，那我自己也有了一些想法，想说跟大家分享，或许会和来台湾旅游的大家有些共鸣。那就希望你们会喜欢，我就开始分享今天的主题：台湾旅游住宿很贵吗？来过台湾的你们觉得台湾的旅游很贵吗？上周因为是中秋连假，很多人都有安排出去玩。在台湾只要有碰到连假，大家几乎都会安排国内或国外旅游。毕竟可以不用使用到公司的休假，就可以有比较长的假期嘛，机会也是蛮难得的。但是近年来却有一个情况，就是出国的人好像快要超过国内旅游的人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台湾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吗？还是真的因为太贵了呢？不晓得大家是否都有来台旅游的经验？在选择住宿这一块，你会花多少钱呢？每个人想要花费的住宿的钱都不一定嘛。有些人为了省钱，喜欢住所谓的青年旅馆，也就是可能和不认识的人一间房间，厕所和洗澡则是要和整个旅社的人共用。这样来说，当然是价格比较便宜啦。而且有些青年旅馆提供的公共空间非常多元，可以在公共空间使用电脑看书或是喝咖啡等等。很多人都是因为公共空间做得很漂亮才去哦。加上其实就只是回旅馆睡觉嘛，房间内是否一定要设备齐全，似乎也没有这么重要。但大部分的人，尤其是有带小朋友的家长们，都会选择好一点的住宿，也不太可能选择刚说的青年旅馆。如果一家有3、4个人，也必定要选空间够大、床也够睡的房间。这时候住宿的花费就会相对的高，也比较难省到钱，因此住宿品质也变成相对重要的一件事。我自己因为家里只有2个人，所以住宿上也选过青年旅馆，的确有住过觉得很好又很便宜的，但是也有碰过同间房的外国旅客，因为喝醉酒不舒服，清晨制造了一些预期外的事情。当时不禁觉得住一般旅馆真的还是有一定的好处啊。而究竟怎样的价格算是贵，或是有没有平均的价格呢？根据台湾观光局2023年统计，观光旅馆平均房价是新台币4618元，旅馆业平均房价为2647元，而民宿上半年每晚平均房价是2536元。至于观光旅馆和旅馆的差别，你可以把观光旅馆想成规模比较大的饭店或是大的酒店就可以了。因此用这个简单的数据是可以大概预估自己在台湾旅游住宿的花费最少可能会花到多少钱。那么以这样的价格来说，大家会觉得很贵吗？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透过比较才看得出来。像是台湾人非常喜欢去日本旅游，身边每年去日本的人不在少数。很多人觉得除了机票钱以外，去日本旅游吃的东西、住宿或是观光的地方，这些花下来的价值都比台湾旅游来的值得。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嘛，能够体验的新鲜事物或是能够尝到的美食，真的是无法比较的。单纯以观光或是旅游的角度，到国外能够接受的刺激也绝对比较多。
所以若是价格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国外旅游是比较能吸引人的。尤其刚说到在住宿这方面，台湾的住宿价格是大家觉得很贵又省不下来的项目，让人觉得明明是自己的国家，而且距离也不是很远，却要花费这么多在住宿上，真的不太值得。而且台湾的食物在不同区域的相似度也高，会有种觉得好像没有体验到新事物的感觉。所以反过来看，对于从国外来台湾旅游的人，是不是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呢？之前也有说过，台湾的美食非常便宜嘛。如果你安排来旅游，没有一定要去比较正式的餐厅吃饭，在一般的台湾小吃店或是夜市的花费可以省下很多。而交通上选择坐公车、捷运或是客运等等的花费，也没有到很贵。至于住宿方面，如同刚刚说的，可以选择相对平价的住宿。如果是跟着旅行团，也可能就直接住到大饭店也是不错。对于有带小孩的旅客，还蛮适合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是想要来台湾体验台湾文化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些花费相对值得吧。和一些高物价、高所得的国家比，在观光上，台湾可能就是相对便宜的。而且说实在，地方不大，来了多次后可能就熟悉了，也能选择自由行。加上台湾人对外国人特别友善哦，比对本国人友善哦，所以对于在观光体验上，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所以说，我的确觉得对于台湾人自己来说，国内旅游在体验上、价格上是真的相对没有吸引力的。但是对于国外旅客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重要的还是看旅行的目的是什么吧。如果有些人旅游是想要在高级饭店里休息，其实在国内任何地方都可以达成。或是想要去每个地方深度的旅游，自己的国家或许还有很多区域没有探索过，也可以去那些地方体验看看。但如果是想要短时间内体验不同的文化、美食等等，那么去花费差不多的国外，一定能获得更多的收获。毕竟人生就这么长，就看每个人的价值观如何了。说完这些，不晓得你们来台湾旅游住宿的经验如何呢？有机会的话，再欢迎分享让我知道哦。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我也会持续的更新，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那我们下次见，拜拜。